就没有了。所以其实我们练拳练到我可以到这样子心无旁骛的境界，其实不需要再去多追求。不用，不用，哎，啊，对，哦，所以要，但是你的身体必须要先练到那个自然顺遂，嗯，对，有一种所谓自然极致状态。自然顺遂就是说你不受身体的干扰，哎，好，好，这个来来跟他们讲一下。啊，那个刚才晋级提到两个问题哈。Hello。刚才晋级提到两个问题啊，一个是他的经验，他到约旦的时候遇到很多穷苦的小孩子，是不是靠近来要钱吗？还是要什么？要那些小礼物。要那些小礼物，很多人，然后后面是跟着青少年，所以他马上的反应就是很大声的喝止。然后后来他保护的人身边那个会长还是什么的，是不是说，哎，你可以不要那么凶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，我当时不凶的话，后面的人就上来了。那这个是对还是错？啊，以那个会长来讲，是他认为你不要那么凶。可是以他来讲，因为他看到那个危险性，他感觉到那个危险性，他必须要这个样子，所以当下就做出这个反应，对还是错？你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就对。你说万一有什么后果呢？后果发生又是另外一个当下。所以我们讲因跟果，你说，哎，我这个因造成那个果，所以我这个因我应该修正，而不造成那个果不对。果也是因，果是下一个因，这样不懂？不要被什么因产生什么果那个连续性所干扰，它不是果，因为我这个因发生了嘛，我处理完这个因，这个因是不是已经过了，然后产生了一个果，是不是？那个果是不是当下的？当下就是因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不要缠绕在那个啊，我如果当时不怎么样，或者我当时怎么样，可能后来就怎么样，不用缠绕这个，不用缠绕这个。真正人在处理，它是一个因一个因，当下的就是因，因为你当时的一个选择，后面就有很多的可能性啊。我们当时任何一个因，你做了以后，后面的发展是有很多可能性的，不是只有一个果的可能性，是有很多个果的可能性。可是后来是一个可能性呈现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在当下就是因了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讲因果，因是因，果是果，可是因果因生果是不是？可是果又变成因了啊，看不懂？所以不要缠绕在那个什么，那个有些因果论就缠绕的太远了，那个因果缠绕的太远了，几世以前的因会造成现在的果，不要去想那个，现在就是因，你就处理现在的因就好了，晓得吗？它前面是怎么来的，那已经没有关系，它已经过了，所以禅宗讲只有当下嘛，没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只有现在嘛。那当下是什么？你说，请问你当下是果还是因？啊？
啊？我当下如果死掉了，是果还是因？啊？啊？你分不清的。你说我啊，如果我这次出国，我搭飞机，飞机坠机，我死了，你说这个是果还是因？你说它是果，是因为我要出国，是不是？是因为我要做什么事，所以我搭了这个飞机了，而造成我的身亡，这个是果，是吧？可是也不对啊，因为我死了以后，后面会产生什么？我死了，不是我死了就好啊。我死了，我这个人不在了，我死了以后，后面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它又变成因了。看不懂？所以我们只能处理当下，对不对？你们看现在世界这么乱，你们看那些顶尖的领导人，他们是怎么处理事情的？你说怎么变来变去的，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因为他们在处理当下的情况，因为那个状态一直在改变，不像以前的世界那个状态很稳定。你可以说我从这边就可以走到那边，我很确定我这个因产生那个果。可是在一个变动的世代，你踏出这一步，那个路就变了，下一个产生出来的就变了，你马上要根据这个再去重新考虑嘛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不断去处理。我们现在这些人还好啦，因为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嘛。那些人有，在战场上的人有，战场上他是马上处理当前的事。你不能说人家一刀劈来了，你在想我要不要接啊？我要不要反杀他？你如果是说啊，我反杀他不行，我杀生的，或者说，哎呀，他可能也是可怜人，可能也是被受命要怎么样？战场上武术的训练就是这个东西跟文人的训练的差别，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。武人的训练是当下的决断，文人训练不出这个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想法吗？我们说这个对手是一个总统的儿子，我们打伤他的话会有打仗的问题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不要手伤他吗？还是保护自己，但是不要手伤他？怎么样想？看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反应，你要打伤他，是不是？如果他是要欺负，比方讲他要欺负你太太，你要不要打他？打嘛？那你是基于这个情况嘛？你是基于这个情况嘛？当然打啊。那后面发生什么？那又是产生一个事件嘛？每一个事情的发生，它本身是一个事件，它没有好坏，晓得吗？所有的事情发生，它只是一个事件，它没有好坏。好坏是看我们怎么处理它。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产生一个事件，一个战争或者一个什么东西，人家处理的好，这个事件变成什么？变成对他有利了。他处理的不好，这个事件变成对他有害了。真正明白人，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他都是把它当做一个客观的事件来看，里面没有情绪，他只是说哦，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我怎么在这个事件当中获利？所有的大商人想的都是这个，所有的大政治家想的都是这个，晓得吗？他不会事情发生了就认为啊，这个是恶意的，这个是来对我是坏的，不会。他不像我们普通人，我们普通人第一个是情绪嘛，情绪出来你就已经判定这个事件的好跟坏了。
他们不是，所有的都是在评估这个事件对我的发展，我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事件来让我自己壮大，让我自己发展，让我自己躲开这个坏处。他们想的永远是这个，跟我们一般人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们看那个柴斯罗尔的家族，他们发的第一桶金是什么？是一次大战。一次大战，滑铁卢之役之前，他借钱给英国政府，要不要借？他的情报员比英国政府比他们还要强，跑到前线去，马上传电报回来说法军要输，他的情报比政府还要快，所以他借钱给政府，变成政府欠他钱。所以他们在看到一件事件的时候啊，他们比我们强在哪边？因为他们看事情的角度是这样的角度，他们是真的把一个事情当一个中性事件来看，这就是一个我现在要处理的，我要怎么处理它，对我是有利。这个就是当下，不纠结过去，不去想将来，就是当下，当下的时机偏哪边我就选。听没懂？这种是我们一般人练不来的，因为我们不够足够的经验跟资讯，我们没有那个眼光。我们大部分的人看事情都是凭着情绪或者个人的好恶。听不懂？所以说真正修行说大道无情嘛，大道无情，所有事情在他面前都是个别存在，都是个别存在。修行人到一个程度也没有情，听不懂？没有情，他才能够平等看待万众生。有时候心不忍，就被拉进红尘了，那就在红尘里面再慢慢修。听不懂？所以有很多我们要想清楚。很多人讲因果，好像它是一个很远的，他要找到前世今生的那个因来改现在，把自己现在当果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你把现在当因就好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后面发生的事情，你就处理好每一个当下就好了，晓得吗？夫妻关系也是一样。当初怎么会娶你？我当初怎么会嫁你？不管当初娶了嫁了，现在发生什么问题，就处理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不要纠结在我当初如果不是嫁你，我是嫁那个。你看人家都做多大的生意了，你现在还是这样，不用纠结那个。现在有什么问题就处理，现在就是当下的因，所以现在怎么处理，就影响到下一步的果。这样不懂？那你说要不要有计划？当然要有计划啊。计划是我们的假设嘛。计划是我们的假设，是我们在可知的讯息之内来做的一个预测跟防备嘛，是不是？
可是以前中日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人间谍说我拿到那个国军的那个作战计划、作战图都没用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不照计划打，就这样子啊。啊，那计划可以做，我们尽量去做，可是你不能纠结于那个计划。要记得，你要接受每一个当下，不要去拒绝每一个当下，因为我们只有接受了那个当下，我们才可以处理那个当下。我们拒绝那个当下之后，你跟他就成为对立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他了。这样子听得懂吗？就八卦拳讲的嘛，八卦拳在应付人家攻击的时候，什么？先接受，再转化。先接受，再转化。你不接受，你就不能转化，你就是抗。你要去转化对方，你一定要先接受他，接受他的力量，接受之后，你才有机会去转化，好了吗？可是接受是最难的，接受是最难的。我们的下意识是去反抗，这样不懂啊？好，好，来那个。